真人 CS、真人吃鸡，一群人拿着玩具枪，全副武装的互相对干，是大众对 Wargame 运动的全部认知轮廓。幼稚，崇尚暴力，这么爱玩枪，怎么不去当兵？是部分路人对 Wargame 运动条件反射式的评价。与此同时，现实却更为复杂。昨天还欢呼解禁，举办省级比赛，今天却全队被水表请去喝茶。模糊界定的边界，特殊外形的器材，参差不齐的玩家成分，汇聚成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始终悬居在玩家们的头顶上。从2005到2025年，死而又生，生而复死，圈内互撕先于互相理解，圈外的标签化常常盖过事实。在过去20年间，各种品牌一茬又一茬，玩家一波又一波，但一直都有一群追梦者试图把这项热爱作为自己的事业。有人砸下几千平的专业场地，不懂运营，然后草草收场；有人满腔热血地做原创产品，却边亏边被骂。而随着自媒体的兴起，也有的人开始用短视频探索这项运动的出路，其中就有我们本期的嘉宾，超级战术频道创始人风队队长力。自2015年开始，从菜鸟到国内第一梯队的战队 IP， 不被任何人左右，坚持做自己的账号，放弃所有去做这个事情。从 CCTV7 的铁饭碗辞职，到全网180万粉丝的战术自媒体头部，以这个玩明白为傲，你叫以饭养吸。当别人的梦想与爱好成为你的职业，我怎么感觉你有病呢？我总想关灯，在家里 CQB。对。当理想和现实的边界被质疑与谩骂淹没，我在 B 站上搜战术频道搜100个，我觉得，我那么支持你，你竟然想圈我们的米。热爱创业者、流量网红三重身份交织，我只是我的一个员工。从那个利用自身资源首次把 Wargame 推向央视，自费赴日本交流学习的赤少年，春节档军迷淘天下也是自己的资源去介绍的。那时候我还满腔热血去日本自费到现在我都不敢想的是去拍 Airsoft 纪录片，到被玩家调侃超级带货、原创丑垃圾的表情包黑梗。好事当然好事，因为它讨论度很够啊。因为你不炒这也会炒别的。屠龙少年终成恶龙，把热爱做成事业，是否就意味着热爱的消失？在爱好者和创业生存之间，怎么维持着脆弱的平衡？就是他突然就理解了，就说为什么我会被骂。聊起黑屏与群嘲，他幻化出3个自己，互相拥抱，抱不同身份的自己，抱一抱自己。但说起中国 Wargame 运动的发展，他仍然眼里充满星光。国内再看咱们的市场，那新品出的，那新人入坑的程度，在网上讨论的程度，包括那些黑粉也好，包括这些骂战也好，好精彩啊！不论你是把热爱做成事业的创业者，或者是一名小众运动的普通玩家，希望这一期60分钟的深度对谈能带给你更多维度的深度思考。欢迎收听《兴趣资本论 Patient Capital》第3期，让热爱被看见，让兴趣有价值。我是老苏，我们开始吧。所以你觉得为什么大家黑你呢？如果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是我在做商业化，然后我这么多年过来在转化，从一个玩家到一个商人，我现在自以为是个商人，从商人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他会伤害到很多人的利益，很多人并不是因为我卖东西才看我的，但是最终我变现了以后，然后大家人可能觉得，我那么支持你，你竟然想圈我们的米，就是。当然，这个人是要生存的嘛。这个因为我做这个东西，本来我最一开始我发第一个视频的时候，我就是标着去商业化去走的。因为正常来讲，你像很多年前我们没有在玩短视频，只有在微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俱乐部的状态，我因为我比较愿意剪视频嘛，所以就做了很多我觉得还不错，还挺精彩的视频。然后大家都觉得原来北京有个俱乐部啊，或怎么样。但是当我用这些视频让大家更多人认识我，然后我开始做广告了以后，大家就觉得就是说你这个人或者你这个账号就不纯粹了，不纯粹了，他们就觉得关注我没意思了，或者是把我变成了一种敌对的状态，就是我本来想要来吸收知识，但是你却想圈我的米，
我把你当朋友，你就想干我。对这是你现在的全职吗？对，全职，对，算是吧，算是全职。但是每个人他做这个事情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成本，你也要生存呢。当然当然，因为人有家庭要养，然后你有你的团队要养。你像我给你讲个简单的小故事，为什么就是我的这帮孩子们，就我的朋友们，这帮年轻的孩子们特别愿意我们一起。你说我也没有说有多么有魅力也好，或者多怎么样也好，大是国内俱乐部这么多，或者是玩得好的人这么多，我的这帮，我刚前一阵发过很多视频，就这些年轻的孩子一波一波的都在被我吸引，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他比较认可，然后我也有很多商业上的东西，赞助啊，包括等等东西，我们团队经常公发一些装备，然后我觉得这个在国内的一些俱乐部是能做到的是很少的，我在用我的能量，然后去反哺我的团队，大家可能就觉得，哎，跟风队玩，不但学知识，有视频，大家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长见识的机会，同时你还能有装备，甚至有收入。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我最终的目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这个战术的？战术跟男孩生来就爱枪嘛，我觉得如果真说是非常认真的玩的话，以前因为我在那个蛮荒时代，我们的野蛮生长的时代，可能在11年之前，我认为12年之前是野蛮生长的时代，那个时候就跟着一些哥哥们在玩，然后等到参加工作了以后，15年吧，算是正式踏入了我们叫战术装备的圈子，买了第一件原品的 JBC，2015年。10年前了，10年了，那很早了。15年，对，那之前我还觉得不是很早，入坑很晚了，但是现在在跟大家一聊的时候，都觉得也挺早了。是玩狗那个时代吗？对，那个时候不叫我们都不玩狗了，15年前后就不怎么玩。15年我们叫打彩蛋，就是那种北京有个场地叫360，打那个 pinball，就是改装购的 pinball，大气弹十几点3毫米的，打人身上，就它的初速大概140，然后我们大概5米之内还5连发，然后浑身全都是血印子，就非常的硬核。结果我们团队打的人越来越少，因为每周都见血对，甚至你都不能拉女孩来玩，女孩入不了坑。后来打水弹了以后，可能团队就越来越多了。那从你入坑到现在还走到现在的人有多少？换了好几茬了，换了好几场，好几茬了。然后，但是大家都是可能很多人都还是朋友，但是他可能不玩这个，可能比如说去骑车了，比如说去开车了，就玩车了。然后比如说像你说滑雪，有很多，还有很多这种，比如说过程中很喜欢这个，然后通过这个，比如说在演艺圈获得了一些特别好的反响，然后他还是主动去发展自己的演戏的行业，因为我们是媒体圈朋友比较多。那你觉得是这个 war game 啊，或者战术啊，这个东西本质是什么？就是大家为什么喜欢玩它呢？又为什么退掉呢？不一样，不一样。有的人，你看我看这个东西，你看我现在做了10年了入坑了，然后我自己做商业化也3-4年了。正常来讲，我应该对这东西没什么兴趣，阳痿。但是我现在看它还是会觉得，我是自己非常原发性的去吸收这些新的知识，然后我也很愿意跟人聊这些东西。可能是有的人是特别喜欢，但有的人只是浅尝辄止。你像我玩别的可能会浅尝辄止，你比如说滑雪我也滑，但是我就是没有那种我一天不滑难受的那个样子。但是这些相关的东西我一天不看我好难受。这个人和人不一样，但你说我不爱滑雪吗？我也愿意玩。如果你有朋友去招呼我，我也愿意买完装备滑去玩。可能对于滑雪的圈子，很多人就是像对于战术圈的那个感觉，它不是你一个离不开的东西，但是可能你会很感兴趣。你有深挖过你到底为什么喜欢这个吗？对，我画画，我从小画画，然后喜欢打游戏，那这两个沾上了，这个东西可能就非常有那个怎么说呢，吸引力了。有什么联系性啊？有啊，比如说你愿意打 FPS 游戏，对枪非常感兴趣，然后枪射球又是自古是我们男孩的必不可少的这个项目。那其中为什么会有枪？枪就代表着这个比较硬核啊，比较这种好看啊，或者是比较怎么说，我们又不能说慕强什么这种，就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强力的一种表现。你看一个特种部队站在那儿，它总比一个
做别的人站在这儿有吸引力，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对你比如说我，包括我现在有很多现役的朋友，即使他们都是很年轻的小孩子，在我心里我都觉得他们很高大。那你干嘛不去当兵呢？对呀，当然了。经典问题。我想当兵，但是我爸不让我当，因为我爸是退伍，我爸是海军。他说，首先从小我就比较贪玩，他说你肯定当不了兵，因为爸爸老是看不起自己的儿子，就觉得吃不了那个苦啊。等我真的想跟他说想当兵，他又说你千万别去当兵，因为真的很苦。然后最重要的问题，我现在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的退伍孩子们转业并没有当年好。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我爸他比较明白这些事儿，所以说他就觉得你还是去学那门手艺，因为他以前在当兵之前是画画的，所以说那么你就最起码到最后的最后，你学不上了，你最起码还能有个吃饭的手艺。那在今天看，我觉得我爸挺有前瞻性的。对，那也就是说是基于热爱这个东西，你爱玩它，但是又基于现实，你放弃了当兵这件事儿。对，是我爸让我放弃，不是我放弃。你要说，其实有时候我蛮遗憾的。我把时间放在另外的地方，我人家服役，我把我的10年时间放在了媒体行业上，所以在很多就是个人有不一样的选择。对，所以李队你做过媒体我做过媒体，那我10年媒体不能10年，我是11年入的行到现在14年了。是从事哪方面媒体？我传统媒体，对，我在央视嘛，央视干了14年。对，央视战术也不是央视，最开始跟央视战术有点关系，是7套。然后从7套转到了体育频道。这个还很少有人知道对，我很少跟人讲过，但我身边人都比较明白，就是你像他，为什么我会用很小的成本去撬动了这个自媒体呢？就是因为对，我已经做10几年了。也就是说这一段你原本的职业对你去做这个战术爱好还是有一定帮助的。非常大的帮助，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在15年创立我们的俱乐部的时候，16年我们的风队成立，那个时候我还在央视，我就用我自己的很多的资源，比如说那个时候在那个我认为是中国战术团体的蛮荒时代，没有人上过央视，我连续2年春节档上央视，给大家讲什么是彼得伯，什么是 BB 弹。那个时候北京还有一个 BB 弹厂，就是 BB 弹叫突击联盟吧，我记得是对。春节档军迷淘天下，我记得是个节目，也是自己的资源去介绍的。那时候我还满腔热血，我觉得要解禁什么的，发扬，对，我要怎么样。然后包括我们去日本自费到现在我都不敢想这事情。我们自费7、8个人在日本待了1个礼拜，去拍 Airsoft 纪录片，然后找那个 Airsoft 的发明者小林泰三，坐在那儿录了1下午。这都是我们自己原发性的。那时候蛮荒时代没有自媒体，为爱发电，为爱发纯为。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个，因为你看我有视频制作的能力，我又热爱这个。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很多人都不太懂，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别人至少我身边很多人都觉得，陈辉你应该去讲一讲这个事情。那我就做了这么一个事，我自己看着也爽，因为我现在做一些视频，我可能要引经据典，做片子写稿要写很久。但是那个日本的那个我们叫风在东京的第1季我看过那个稿子，我洋洋洒洒1个小时我写完了，因为感觉我憋了好多东西，我一直在写，然后就删减，又觉得很多人懂的东西不能说，然后写完了给大家讲外面是怎么玩的，然后大家都在看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别人跟咱们并不是外国的月亮更圆一点，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果不其然，现在我们怎么样，慢慢的在超越海外。这个就是我觉得我给这个视频媒体上留下了第一个这个视频，我觉得我还蛮有那种成就感。你那个视频也给了我一定的启蒙，我当时是16年开始玩的我那个片是18年发，17年拍，18年发的。你们当时的那个风队的那个 level 已经算是国内最高的了，给我们一定的参考给很多玩家一定的参考。还好，就是那个时候挺怎么说，挺激情的，每天都很激情。对。那你觉得现在我们国内的，你刚才说我们国内已经比国外玩的好了，你认真的吗？我非常认真，我们非常认真。你国内，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包括我现在可能大家这个发射器等等都发展的非常好。之前在水弹刚开始的时代，就是玩发射器玩不了很好的东西的时候，大家同样的那种热情全扑在了装备上，头盔、背心等等穿的衣服。
而且中国有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咱们国内有个非常好的优势，厂家可参都是咱们这儿的。咱们获取的第一手的消息，价格的非常好。你像咱们在国内买的这些东西，在阿里巴巴，比如阿里 Express 海外买非常贵的，咱们自己买非常便宜。所以这就很多人就是会把更多的资金和时间精力就放在这，我想把这个造型玩好了，我想把这个 cosplay 玩好了。其实日本它有一个聚会叫 Hard Rock， 就是非常硬核的一个，要经济到你每个年代的一个聚会。比如说还有叫 LEG， 就是玩 LE 玩执法造型的这些人放在一起聚会，但也仅仅是那一小撮人。但日本更多的人是在玩发射器射击，喜欢我没事花个比如说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买个电枪，就下场了，一打黑刀，他们喜欢这种刺激，对对，他们喜欢这种刺激。但是咱们那时候没有这种，对，就是大多数人都在玩这个装备，然后玩一些瞄具啊等等这高精尖的东西，但它没有很好的载体。所以当有这个沉淀了以后，等到咱们现在的玩具再发展起来，那咱们这个我觉得玩的好的人太多了。现在，那你觉得现在阻碍国内发展这个东西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呀？我觉得没有障碍，没有障碍，没有障碍。我每次我都会跟我的朋友说，我说我国内现在就挺好，就还能怎样呢？你告诉我它好还能怎么好？对，其实我看很多日本的那些玩家造型也挺拉垮的。对呀，对呀。然后你会发现全世界人都在干一件的事情。你像比如说日本，咱们东南亚这几个国家，可能就是玩这方面的，肯定是大陆、香港都排不上了。现在香港有点，香港我上次去香港，在香港是很萎靡的一个市场。大陆、日本、泰国，就这几个地方玩尼龙啊等等都比较心血来潮啊。但是日本它本身它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大家经济都很下行的时候，它的人口基数不够多，它的很多品牌活不了了。对，它那个非常依赖线下渠道，非常依赖线下渠道，跟香港很像。但是现在谁又在线下渠道去搞？你让我们这种人出个门很难的。对，所以说中国这个电商，包括这个付费，包括厂家的这个原发地的这种集群式的优势，没有人能干过中国。真的没有人。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身在中国还蛮庆幸的，真的能拿到一手的资源。你看我现在做这个行业，我觉得我已经就是在很多产品在开发的时候我就已经介入了。那我觉得海外还在阿里 Express 上翻这些品牌都出了什么新品呢？但是这个很多品牌3-4个月以后要做的什么事情我们都已经都知道。你要让我在国外获取这些信息吗？获取不了。当然我仅限于 Wargame 这个圈子啊。对。那如果让你在国外重新开始的话，你觉得在国外的爱好者这个事情能成立吗？就他把它变成事业的话，可能就不是这个套路了，可能不是这个套路，他可能就是做一个经销商，作为经销商一个套路。但那我就干别的了，那我就做别的了。那你觉得你自己作为从玩家到这个从业者中间那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呀？就是现在其实大家也很多人都想把这么牛逼这么好玩的事情做成自己的事业。你的那个转折点是什么？我分享给大家一点自己的历程和经验嘛，就是首先就是你得有一份能支撑你，如果这个不行，你的退路在哪？这是一个。然后它的一个点就是说，我发现大家玩水弹、玩装备的预算越来越高，真是实话，越来越高。很多人可能刚入圈，尤其是现在新人特别多，新人特别多。以前在没有自媒体或者是没有这些影视化刺激的时候，你让我去干这个行业，我是没有信心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不了解这个事情。我觉得转化最开始是从游戏开始。我玩吃鸡那个是 PUBG 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了解了这些的，比如说3倍镜什么 M416什么之类的，很多人就开始找线下的场地，有线下场地的需求了以后，就有了在网上买装备的渠道的需求。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这个商业化，我一直在发这些视频，很多人都还问，哎，你这东西都在哪儿买？我就开始给人清单，给人教搭配，很多人想加入俱乐部。然后当真正的转折点是，就是很敏感的3年时间嘛，
对吧3年？有3年，就是疫情嘛，啊， 3年的时间对，3年的时间之内，很多人都没有工作，包括我也一样嗯，电视台也没什么新节目，嗯，那怎么办？能不能用这个变现？想一想，我就开始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开始做抖音，开始所以当做自媒体。时你还是一个在职加对，我爱好的状态。23年才辞职了，我才辞职才啊， 2年。对那你的商业化已经很成功了，才2年。啊，对，因为我是同时进行，是同时进行，所以然后很多资源可以互补。嗯，所以你认为那个转折点是在对，疫情的时候，疫情的时候？对，那疫情只是一个时间点嘛？它只是个时间点。它的事件是什么呢？事件，你觉得就是我全职干这个事情里头的事件是吧？就是什么能促使我裸辞呗，对，是吧？那当然就是本职工作干的不开心，然后如果用爱好能够赚钱的话，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厉害的事情。我个人有一种成就感，就是我可以不用看别人的脸色，然后去做自己想的事情。就说白了就是做老板。那我想做老板，而且我也觉得时间也成熟了。你觉得你现在做到了吗？都做到了，做到了。我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23年辞完职，24年的10月份，我是10月份辞职嘛，1周年的时候，辞职1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就朋友圈，但是还蛮长的，然后放在朋友圈，就讲就是说我辞职有没有后悔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辞职了。对，然后这一年的成就给大家汇报一下，大家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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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说挺厉害。对，因为我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它具备几个因素，就是说我得有几个篮子，比如说我电商的篮子，比如说自媒体的篮子，然后比如说我外面还有很多这种活儿，我们叫有资源的篮子，这3个不相辅相成，没哪个都不痛，但是没哪个又不行，互相，所以我做了一个闭环。这个闭环我就活着就是蛮舒服的，在我的舒适区里。那你觉得这个所谓的用爱好来赚钱这个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我用我的爱好的能力，首先你得是一个，就是为他真的付出了一些时间和精力，你真的喜欢他，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就是即使他不赚钱，你也喜欢他啊，这个是前提啊。然这点后你非常重要。对，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然后他又能养活你和你的家人，甚至养活你的团队，那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不能说每个人吧，至少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蛮成功的。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是赚了多少钱吗，或怎么样？我觉得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是最成功的。也就是说，你现在做着这件事情，哪怕说比你原来赚的少，但是他只要有的赚，你就觉得是成功的。成功的，对，就是你看，有的人是奔着钱使劲，有的人奔着活得好使劲。就活得好有很多定义，你会有很多钱，但你活得不开心。有很多老板都活不到30岁就没了，对吧？那我既能用它来满足我的生活开销，然后我又能反而玩得越来越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对，那么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我以前没有经历过一些挫折，很多挫折，很多挫折。就是以前别人都叫我老师，对吧？在央视的时候，那现在的话就变成小李，或者是什么老李，坐牢那个老李，对，就是以前我是做导演嘛，做幕后嘛，然后现在我做自媒体到了台前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很多话不能说，很多玩笑不能开，对，然后在各个平台，你可能就是要有我们叫人设也好，或怎么样也好，你说不做人设，你必须得有人设，你不可能把你的所有的这一面全放在网上，你负能量的东西你放在网上不太合适，对，所以不在这方面不是很自由了。以前我可以随便，对，有包袱了，有点包袱，有的时候这点有点累的，说实话。但你的负面也不少啊。很多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的是我自己的负能量，然后你说的是网上一些负面的评价。我以前网上是没有负面评价，因为我没有走到台前。那你最大的那个负面评价是什么？现在
卖东西贵，买东西贵。对，我就可能这个贵因人而异吧。就是我觉得，我也会觉得很多东西贵，这很正常。这不是谁的错。对，要不，那为什么呢？是这样啊。如果我们说点深层次的啊，就是很多东西的我们涉及到产品定价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教你看一眼产品，比如说，就拿这一件 PFM 来说，它可能全套下来要1万多，它的成本有多少？我认为可能就2、3千块钱。一部分老板要赚，一部分要给经销商线下 dealer 要赚，一部分人工开销等等，房租水电，这些全都算下来以后，很多人都说啊，你这东西也就值个什么什么，那是它本身的成本的，你觉得它值，但它真正成交的价那个东西那个价格你是买不到的，因为人家老板也要赚钱，他要养活他的厂里人，包括他还要给帮他去做渠道推广的这些人相应的费用。你说的这些东西，大部分作为爱好者，他不理解，是很难理解的。他不理解，对，所以说我说这不是谁的错。如果你觉得它定价贵，你去买便宜的就好了。除非这里面现在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厂家互相卷嘛。如果是卷的话，他可能厂家直销，他可能只赚你个可能几十甚至10几块钱，他就可以出货。那这样对整个生态是不好的。对啊，内卷就是会这样。他可能只是急需这一部分的回血的资金，去让他的厂子活下来，然后他再去外面接别的订单来更大的收益。但实际上这无形中就伤害了整个圈子的正常发展。当被这个行为卷了以后，你很多厂家不做了以后，你会发现市场上就这些卷的厂子做成什么样，玩家都得吃。很多人是难以理解这个，对，他可以不理解，他可以不理解。因为就是你不可能说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如果这人真的能互相理解的话，就不会有那部动画片了，叫 EVA。人真的是不能互相理解的。对呀，EVA 人类成人计划。对呀，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们自费去日本，你们自费宣传这么多东西，你动用你的资源去做这些为爱发电的事儿。那当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还有那么多人骂你，你会觉得很压抑吗？会。最开始的时候不太懂，就是我没有把我个人跟我做的这个事业分开。怎么说？就是我太带入我太顾在我这个超站的主理人的这个身份里了。主理人，我主理人，对，现在不能叫主理人，超站的叫怎么说？老板啊，对，超站老板的这个身份里了。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负面都在重伤我个人或怎么样。其实他是重伤在我这个身份上。其实我还有很多很多面，或者说我还在做了很多事情。当我把它分开了以后，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宏观，就是很宏观或者很抽离的一个，我们叫当我自己做了自己的媒体公司、文化公司，然后我把我自己的这一面当做我自己的一个员工，我就会分开讲，他在骂我或者这些负面消息只是我这一个盘子里的东西，它负面。但是比如说我外面还有很多，比如说就是跟游戏的商业合作，还是有很多人在承认我，那我觉得很正常了。并不是会因为别人说我不对或别人说我不行，那我就真的是这个不行，我不能太顾在这个评价里面，因为有很多人认可我。你认为我不行，那是你的事情。所以在外界你就这样自我调节了。对，就是那 OK 啊，你觉得我这个不行，如果你说出了1、2、3，甚至我还挺感谢你的，它是一种反馈。那如果你只是在重伤我或怎么样，那我觉得你是个群体性狂欢事件。群体性狂欢，对，就是骂我或者是说我，包括现在陈震也是，陈震啊等等这些人呢，就是他已经变成一种梗文化，对，包括以前的那个蔡徐坤也是梗文化。你在玩这个梗的时候，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个事情原发是什么样子了，它只是代表了一个态度，或者代表了一个你的一个很愿意冲浪的一个身份的发泄的这么一个渠道。就是我很流行啊，这个圈里我懂，我当然懂这梗了，我是这圈里的一员啊，我是圈内的，圈内的，对呀。然后包括现在人人都可以做自媒体嘛，大家都愿意发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我把它抽离开了，我就觉得 OK， 我创造了一个怎么叫黑粉也是粉，对，创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有的人还创造不了，对吧？你怎么弄你还创造不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又给自己加了一个开心的砝码。所以你很感谢你的黑粉？我很感谢，真的很感谢，就是他们，其实说实话，我有很多东西都是从黑粉那学的，就是他们说我哪里不对啊，或者我真的在调价格，而且在调销售策略啊，在调话术策略。等这个，我觉得跟那个观众站在一起，可能这个就是做到一个正确的一个姿态了吧。就是好的我也看，但是说好的这些东西，我是能给我进步的，没错。但是如果你能把不喜欢你的人变成觉得叫黑转路啊，在路转粉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吧？就是对，当他们觉得你做的还行，或者给你的评价就是我不喜欢你这个人，但是你做的东西还可以，我觉得这个可以。你是有刻意的去做这些事情吗？有，其实有。其实我在仔细的在看黑粉们说的话，有的时候因为梗真的蛮多的在群里，然后我们看到了以后会觉得稍微调整一下。对。但是赞同我的人还是蛮多的。很多人给我的正向的这种反馈啊，他会让我觉得很多事情做的都蛮有意义。那家人会理解你吗？因为我们在传统意义上不理解，这个叫不务正业。当然了，不能理解。我跟你讲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我买了一些试衣啊等等东西，然后我爸说：“你我怎么感觉你有病呢？”然后总想关灯。对，买了这个总想关灯，在家里 CQB。对，然后那个有的时候就是拿那个吸尘器，我都得这样的啊，你知道吗？然后我爸就总说真应该当时送你去当兵，但你又当不了，你又不愿意吃苦。但是后来，然后发现我做出了一些成绩以后，然后因为我不跟传统媒体合作，当我做了自媒体，我把它变现了，然后我又跟光明网啊等等腾讯啊等等这些大品牌官方合作的时候，然后那父母肯定看到成绩了，就会说还行。什么时候？那就做变现以后，商业化以后，那父母肯定觉得要希望你过得更好一点啊。对，然后他们也能通过你做自媒体能看到孩子在做什么。你看，比如说我的品牌越来越多，我合作的品牌越来越多，慢慢变成他们耳熟能详，他们在用的。包括前两天那个店小二，我做了以后，其实他们自己在买店小二，但他俩特别喜欢旅行嘛，然后说你这店小二挺好啊，就他们就会从另一个角度，可能像朋友也好或怎么样，是在评论我的事业，我就觉得行，不是以前那种裹着你那种感觉了，我就觉得我好自由。对，所以如果我们复盘一下这件事情，给我们很多听众一些想要把自己的这个热爱变成他的这个职业的人，就面临家里不理解的时候，应该去怎么做？坚持，就是首先你得让自己去明白这个事情，就是你是可以成功的，至少你是能够变现的，因为你做这个事情，你目的就是为了变现。家里人希望你过得好，这是前提。如果你做这个事情，让你家里人还在给你投钱呢，然后结果天天亏呢，那肯定未来你包括你的跟老婆孩子也好啊，包括你家里人也好，肯定不会支持你，对吧？肯定还是希望你去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啊，或者是去干什么别的事情。首先你要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知。所以这件事情的核心就是你的爱好能拿来赚钱。当然了，我认为任何360行出状元，而且现在这个社会资讯这么发达，你获取信息这么，而且有自媒体有网络这么好的一个时代，你行行都可以赚，你的思维要打开。所以它也不是不务正业。我不是不务正业，我认为现在恰恰就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你看世界风云变幻，对吧？风云变幻，你是想变成战争之王那样吗 ？No， 他是为什么我说风云变幻？更多人去关注这个事情，他对这个认知，每个人对认知的理解。现在我的侄子们，因为玩暗区突围，他都知道什么几级甲、什么苗，他在以前是不可能实现的。你10几岁，可能12、13岁的孩子，你怎么能知道 HK416呢？对吧？那人家现在都知道，卢断堂、思俊，这是个时代，这是个时代的红利。对，还有那个腾龙步枪。
啊，对呀，191吗？这无形中也是给很多东西做了宣传。你不得不承认，现在这个时代获取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就是我们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可是反过来讲啊，很多人会觉得你把热爱做成这个商业化又不纯粹了，你会觉得有这个越做越乏味的。跟劝自己劝不住，有时候我其实很不想做，有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我拿这个赚钱了，或者是我简单说我带货嘛，就我有一种在推销的感觉。其实我很不喜欢推销的感觉，你会发现我基本不怎么直播，很少直播。我一直播，别人都截我的表情包。其实我直播我在当节目在录的，因为我合伙人都知道，就是我很拒绝直播这件事情。对，正常来讲我们应该直播的，真的很抗拒这件事情。最开始我做直播我不带货的时候，我只是给大家讲那个我真的我4个小时不重样的，我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些提纲，我4个小时讲夜市讲这些东西我都不重样的。但是当我开始过品的时候，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抗拒。把它从你的这个热爱转成这个事业的过程中，你觉得最大的一次挫折是什么呀？就差点就放弃这个事儿了。啊，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就是22年吧，我记得是22年。然后那个我搬运那个视频，然后很多人在网上说我搬完视频吃流量，然后又说人那个本账号的事儿，叫耶格尔吧，耶格尔，对耶格尔，对。对。然后现在人家快100万了，你说那么多人转发耶格尔的，当时是网上很多，我也是看到别人转发我才转发的。那为什么人就拿我起号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那个号流量蛮大的，那因为别人的流量都没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就几百万的播放。当时我就觉得，哎，挺好。我本身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啊，这拍的质感确实好，它所有的收声都非常讲究，它那些视频的剪辑节奏，我非常喜欢。垃圾饼的声音，我就很难去复刻。对，就很多人都想复刻，但是很难去复刻。其实它是能复刻的，光打得很好，然后长焦加枪麦调的。但是现在那个形式也属于他个人一个非常强个人的标签了。然后当时我是自己很喜欢他一系列视频，然后我就搬到国内了。然后我在国内网站上我还打了耶格尔 C999啊之类的，然后我还做了细分级呢，比如说把 AK 的剪在一起，比如 AR 剪在一起，我还给他做那个叫对比的那种策划，比如说这个。到后来他的运营都在做这些，但是当时我因为没有授权等等这种东西没有，那这个是国内的一个灰色地带，那搬运嘛。当时确实我也自己很生气，在哪儿呢？就是我的流量很好，然后他来了以后呢，就把我的视频全举报下架了，我很生气。然后当我知道他不是他本人的时候，是运营的时候，我就开干了。当时就在网上，完了当时我就上头了。如果是现在的话，我就非常能理解这个事情。Peace and love， 对呀，就不做就不做了嘛，这我非常好嘛，对吧？但当时就是他裹挟粉丝吧，过来冲我就上头了，我又发澄清的一个文章挂在我那个号上，我怎么？当时我就是太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了，你知道吗？因为它只是我视频矩阵中很小的一部分，然后造成了那个时候很多的网暴、人身攻击等等。然后当时我就真的有点蛮抑郁的，想放弃，真的想放弃。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我自己玩挺好的，然后我发我自己想发的视频，为什么大家这么骂我？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没开始商业化变现？有一点商业化，我记得是有一点商业化，赚的不多，也是为爱发电嘛。不多。那个时候说白了，就那赚那点钱还不如子弹钱，不如烟钱呢。就不多，真的不多。然后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好像坏的事比好的事多哎。我就觉得做好没啥意义。但好就好在当时有很多朋友支持我，就觉得你这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你看后面他流量好了以后，他还说不说呢？你就看这个就行。结果现在真的，就是当时是什么？现在我就是这两号粉丝慢慢高，他的流量线比我好，当然他也只是在搬运嘛，他官方搬运啊，然后，当然这视频质量非常高，就是人 YouTube 上发啥他发啥嘛，对吧？然后现在流量快100万了以后，
压根也不说我了。系统化运营的角度哈，这是一个好事。我们还巴不得找人去做 BD，然后去做分发。所以如果说啊，我被举报过2次视频下架，一次是这个耶格尔的，另一次是 CBS 举报我。为什么你知道 CBS 美国的 CBS，海豹突击队？那怎么这不是好远的？我放了海豹突击队的切片，人 CBS 给我举报下架，就说明我这个号被多少人看着。现在网上那么多人发海豹的切片，没有，我可是权利人，被权利人举报。权利人啥意思？是人 CBS 证明自己在 B 站上给 B 站提供材料，证明自己是 CBS 的官方来举报这个版权是属于 CBS 的，我被 CBS 下架。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啊，有人会说你搬运怎么还有理了呢？没理啊，我搬运没理啊，就是因为本身我只是搬运而已，我没说我搬运对啊，这是一个很灰色的一个地方，因为现在网络上还是有很多搬运的这事情发生。你包括烤肉，我们叫烤肉，就是把外国的视频搬过来，自己填个字幕做翻译。对，我们叫烤肉师傅。非常多。你说他是不是搬运啊？对，当然是搬运。对，那你说他有没有理啊？他的原发性的目的是干嘛？不是在分享。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分享的一个事情。当然，搬运对不对？不对，这是个版权问题，这是我们叫知识产权的问题。但是搬运的事情发没发生呢？发生。其实站在我们的这个角度啊，它其实还是出于这个行业，大家都是基于热爱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本身商业化规则和商业化的认知的不健全，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各自的出发点都是出于爱好者那个角度去互相 battle 这个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就像你刚才说的，当你成长到商业化的一定程度，他商业化成长到一定程度之后，你们两个互相都不 care 这件事情了，或者有一个好的沟通渠道去共赢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应该，反正之前我还把他拉黑了，然后现在我又还关注他了呢，因为我自己蛮喜欢看，省得我出去看了。他搬的还蛮勤的，然后我就第一时间看，挺好看的。好，我们挑一期下一次访谈他们吧。可以啊，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他应该不会出现吧？这个运营，人家本人的话，他肯定是在美国嘛。但是这个，我主要是跟这个运营，我是打问号的。对，包括到现在我也是打问号，不过我不 care，无所谓。那你觉得是时间慢慢的让你去淡忘这个事儿了呢，还是赚钱？时间吧，赚钱让你淡忘这件事儿。对，你有更多的事情要忙。然后还是我那个想法，就是抽离出来，把什么和什么抽离？我自己的个人跟我这个账号的行为抽离出来。但是做个人 IP 始终会面临这个问题。对，所以我就是以一个老板的思维去想的这个事情，我只是我的一个员工。你是你自己的员工。对，怎么理解这件事？就是我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在想，比如说这个账号，包括我的公司、我的店，然后我的业务要怎么发展。但是当我实地落到工作了以后，我只是这个账号的一个形象，我在做这个事情，我的大脑指挥我的躯体去做这个事情。如果不好，如果有一些负面的反馈的话，我可能就是再从一个老板的思维去讲，我要怎么去把我这个形象去扭转一下，是自己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之前我蛮打架的自己，但是现在我挺享受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方法论非常有效。就是一个是品牌负责人、李老板和品牌出境 IP 打工人 KOL 我觉得 KOL 就是我自己的 MCN 签了我自己，小李、老李，对，老李。对，这个是一个很受用的方式。对，就如果能抽离出来的话，但是我觉得作为抽离的话，可能需要人生阅历和年龄的积累，然后别那么上头。我这辈子做过很多上头的事情，我很后悔，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千万不要上头，也千万不要跟人有 beef， 朋友多路子多，对，千万不要跟人怎么样。像这个类似的这种兴趣类的行业呀，其实都会存在这个通病，大家都是以这个专家的心态在做事情。我不允许你质疑我的专业度啊，这个千万不行。对，前一阵我看过一个 UP 主，他是王自如的公司出来的，然后呢，他就分析王自如为什么会陨落，
就是因为这种类精英人设，在几年前还受用，但是现在为什么老罗说话别人愿意听？为什么王自如这种他说的很经典，他现在分析 AI 分析的很好，为什么很多人还是在骂他？但说实话，我是从最开始我不太在意他那个 Zeekr 啊什么啊 Zeekr 还是 Zeekr 来着，他的那个品牌，然后做的测评什么，他是第一波吃到红利的人。对，但是我不太在乎他说了什么，但反而现在我很愿意看他做播客，做这些知识类的分享，因为我觉得他心态转换的非常好，他把他的类精英人设放下了，更多人愿意有一个同理心的去听你说话。因为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太就是听说教，没有崇拜这件事情，很少了。对，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所以千万不要说教这个事情。对，放下这个我执。就是我也是在学习过程，大家一起，反而有可能观众比你更厉害，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观众都是谁。对，你就像我给你讲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我的频道是针对军迷的、游戏迷的、对 coser 的，针对这个，对吧？对 ，war gamer， 对吧？但是我去景展的时候，很多叔叔都认识我，穿着叔叔的衣服架起来，把我架起来，我很害怕的，然后跟我一起合影，因为我的内容他们也在看。你包括我去俄罗斯、去莫斯科拍了很多这种分享，我认为是分享，我是个军迷的心态去分享。很多武警官兵下了操、下了任务都在看，而且他们还拍成了视频放在网上。会买吗？买什么？会，当然自购强军、自购强警啊，跟你们买？那他会，当然会，而且还把我们的东西发给他们的合作的这种，比如说星空迷彩的厂家，去让他们给定制。你们的搭配方案，我们的产品。你们的产品指的是原创产品？原创产品包括搭配方案。那个可是在被玩家黑的非常惨的一个产品。对，我承认，对，那个是一个两方面说吧，一个是很失败的一个商业操作，那另一个方面也是让我迅速成长的一个实践。对，我认为是。但是我很感谢，就是我们叫 HTPC 嘛，这个战术背心的设计研发等等这个东西。而且，如果说，因为从怎么说呢，大家都在抨击它的价格，但是我认为我没有错，厂家也没有错，玩家也没有错，你只是觉得它不值而已。为什么觉得它不值？是因为市场上有太多卷的东西存在了。我为什么不能买那个？有这个钱，我为什么不能买那个呢？你当然可以买，更多选择，更多欢乐嘛，对吧？我又没有说强买强卖。其实在这里边，你自己可能也有一个误区啊。虽然你的心态调整过来了但这里边有一个误区，就是对于成本的定义这个成本，你刚才定义的成本里面只是生产物料的成本，但其实很多爱好者他之所以做这个，他把它卖得很便宜，但是他又发现坚持不下去，他不赚钱，是因为他对成本的定义是模糊的。成本还包含了你这个东西开发的时候你要浪费多少物料，这是一个成本。是的，时间精力的成本，包括你为什么要做它，对，你为什么要做它，你调研的成本，那这是前期的成本。那还有很多成本，比如说你库房，你租的办公室，对，你淘宝的客服，对，以及宣传的时候，对，给渠道商的钱，对，厂家要赚钱，对啊，大家都要生存，很多人都在张嘴等着喂饭。对，你不能说你的一个品牌，你只是真的是为爱发电，那如果你真的为爱发电的话，你的团队就没有了。比如说，尤其是像家长嘛，他会说，你这个菜饭馆卖30块钱，我在家里面5块钱买菜就能做，但是其实他没有算很多的这个成本。对，其实就是我跟你讲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是个小故事，你就当故事听啊。就是我的淘宝店客服接过一个开发者，他有一天晚上，他发了，就凌晨1点多的时候，发了一个很大的一篇文章，在淘宝客服给我们发，就说李队，当然他的客服不是我啊，就别人我的客服接了就转给我了，我的客服接了就转给我，他是这么说我大概啊，就是说以前跟着大家一起去骂你，觉得你东西卖的贵，但是当他自己想成为商家，真的涉猎了这个。无论是设计完了生产打版等等，这全都下来了以后，当他把他的产品去放到网上之后，他被骂得更狠，就是他突然就理解了，就说为什么我会被骂。我说这个，当你真正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你当然就会明白了。而且我们做的这个行业是个什么行业？是跟
购买者强关联的一个圈子，你真的是能够被你的用户影响的。你像你比如说卖空调，他卖多少钱，他觉得贵，你大不了不买了，你能跟是吧？董姐姐 PK 吗？P 不了。但是咱们这个圈子所有的，因为圈子很小，所有这些老板都是从玩家过来的，就你能跟他真的能接触到，你会抨击他或怎么样，而且他也是真的能看得到。所以说，如果你想在这个圈子里做这个事情，你就要有这个觉悟，你真的是会被黑的。对，你觉得这是个死局吗？能破吗？能啊，当然能破啊。这个世界上，我认为没有死局，很少很少，但没有死局，人是活的。那你们第一次开发产品，就失败了，也不能说失败吧，因为据我所知，还是有很多军警单位对采购你了。对，我这个数据是可以公开的，我一共做了400件，差不多，然后100件这个黑色的，基本上全是警用买的。特警，对，很多，大概70-80得有，是特警买的。嗯，不能说特警吧，就是勤务方面，勤务类的，只能说是我的这个东西需求符合人家提的需求。然后我在介绍这个视频的时候，比如说我的 HPC， 我主要是因为离线。不同设备太多了，因为很难去做统一接口。对，那不同的设备，我怎么能在我一件东西呢给它统一标准，然后给它统一的藏起来，让它干干净净，让你整个穿这个装备不至于太过复杂。然后我的那个面板是可以高度 DIY 的，然后可以比如说你勤务，你前面可以放那个拉链喷雾啊等等，你的那个警棍啊，包括电击器啊等等这些东西，包括执法记录仪，我有非常好的一个收纳执法记录仪的一个设计。可是很喜欢。可是你现在设计的这个，可是你刚才表达的这个设计思路啊，对于玩家来说，是你看，那我从另一个玩家来讲，我的 MC 版本，也卖了现在快卖了300多件，快一共做400件，其实我还有很少了。这个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卖它，现在，其实我就放在那里，然后因为我过一阵还有一个电影要上嘛，可能电影上来以后大家喜欢的，我可能就卖一卖送一送就结束了，包括海外的一些博主，包括顺子，包括衣服，我都送给他们了。对，我就觉得，他是我成长过程中的算一个伙伴吧。这个产品，你这个设计是不是太早了？不早，我可以很直白的说，我是把我玩了这么多背心原品背心的经验，把它缝在了一起，然后就关键是还缝起来了。但是有一个我们要考虑的点，这也是跟很多真兵去聊的一个后，我发现了，其实我还有做2.0的计划，我现在也在做设计稿，但是这个2.0我可能会卖更贵。那你会吸取上一次的教训，在销售渠道上有什么改变吗？我也不会做太多的宣传，就是因为我不靠它赚钱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完善自己的一个东西吧。我认为它不是一件走量的产品，有成就感。对，因为我很爱这个行业，然后我也希望比如说我做了这个东西，别人有对我的借鉴，我有成就感啊。你比如说现在，我可以说一个很实际的案例，就是现在美国的一个牌子叫狼头，叫 Spread Systems，狼头，他们最新出的 LV120，跟我 HPC 好像。李总，这个播出去是要挨喷的。对啊，它好像不，这个在群里很多人都说，哎，这不 HPC 吗？好丑啊！对啊，但很多人都觉得我的设计很丑。但是它的理线思路，包括它的切角，然后包括它的单织带做，就这种这个肩带单织带做出来的这个，就很像。你就到时候大家有些人可以拿2张图摆一起看一看。这个我可以说我先做的，对，很正常。你包括那个 ABT 设计的这个港虎，现在 SDU 新的背心，它也设计的很早，但是 Sean Concepts 美国的一个牌子跟它做的也很像。因为你这个东西你再设计出花都是这种东西，无非就是这不同固定方式的排列组合，你不同的这种的用料的排列组合，它的需求都是固定的。汽车总是4个轮子。对啊，你怎么设计呢？对，只不过是在很多一些细小的方向有一些趋向化，你更注重这个，你更注重那个，你有一些取舍。对，也就是说原创反而不赚钱了，你不赚钱，原创不赚钱，你带货反而有赚。对，我作为一个玩家还是分享，我教大家怎么去玩，怎么去买，我用我的个人的这种传播能力，我让厂家们有了更好的宣发渠道，
我更愿意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我自己做的这些东西，可能比较核心的这些朋友们更喜欢，但是我却不用让他们赚钱。嗯，我是个经销商的身份，商人。那你是什么都卖吗？我的标准就是，首先我自己得喜欢我的用户画像非常的纯粹的，就是玩家呀，包括有一些真实的这种从业者，他们拿在手里是真的能用的。你比如说我推的这几个品牌这些苗具的品牌，这些背心的品牌，你在各国军警单位都有使用的，比如说 TW 泰国军警人配发的，对然后我们的那个用的这些苗具也好，包括很多北美的用户都在用啊，就是至少这个东西我拿在手里，我自己是不虚的，你懂我意思吧？你有拒绝过哪些大牌吗？这个圈子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牌子，就是有合作过一次，然后后面再说让我推，我就不推了。就是我觉得质量真的不太行。对，确实有拒绝过。然后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你真的不要以为卖的便宜的东西，没利润你真的不要觉得厂家在发善心啊。它一定是有它便宜的道理的。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认，它对于你来说是个非常性价比的东西。如果说你是有追求，你想玩点好东西，你突然觉得，哎，这个东西好便宜啊，好好啊，不存在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这个事情的，因为厂家是不会赔钱的。对，而且它是有一套逻辑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包括咱们就说改装车，你买一个轮毂，10000块钱一支的轮毂，跟4000块钱4条的轮毂，你说能说4000块钱有性价比吗？我不认为，我认为它在某一瞬间它一定会变形。我就真的，我宁愿就是多花点钱去买一个我自己心里填满我自己内心空洞的那个东西，我都不愿意说什么买便宜的东西就是付款时候爽，日后全是活当场。那买贵的东西或者你买对的东西的时候，你付款的时候痛苦，但之后每天都很香。你刚才讲的这些应该都是你的坑吧，踩过的。对，那肯定是踩过很多很多坑。以前我买那些复刻的苗具，我真的太烂了，所以我现在对于这些复刻的苗具标准真的很高。你有算过一共交过多少学费吗？都算上去日本的这种投入，就是在他没赚钱之前，你纯热爱的时候，你一共交了多少学费啊？投入了多少啊？不下100吧？100万？不下100。我买了很多东西，我不能叫坑吧，就是你说我花了多少钱嘛？得有100，有了10年，兄弟，10年。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壁垒和资本吧。因为时代也在发展，就是你今天看到的产品跟10年前的产品那肯定不一样。咱们往前倒5年，你水弹圈的东西的产品都不一样。你觉得还有人能复制你吗？有，能复制，但是原发性有非常严苛的标准，是你第一得真爱这个，第二你有这个能力。包含什么能力呢？就是可以不被任何人左右，坚持做自己的账号，即使他不赚钱也要坚持。比如说你坚持个半年，你有你自己的钱，可以让你放弃所有去做这个事情，半年你还不会转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真的去学习它了，你玩的特别透也行。我不能说我玩的特别透，至少我这10年经验很多人替代不了，因为时间都是在发展的。对，我这个10年，你再来10年，那我就变20年了。对，这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成本，你真的热爱它。然后其次就是你有这个，先有这个资本，你得先有能养活自己的资本再做这个。如果你一头扎进这个坑里，比如说你拿出5年时间来做它，那我劝你可以有更好的赛道去赚钱。这个圈可能回本比较慢吧，我认为对，因为这个是金字塔尖儿，它本来就很多人想做这个事情，对，但是利润又很少，真的很少，因为它圈子太小了。是，对。你像咱们这个圈子里边，可能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你才能接商单。但是你像科技圈的，10几万就能养活一个团队。对，那这个赛道这个基础流量是不一样的，你消费能力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如果说你是想通过自媒体或者赛道去赚钱的话，这个赛道劝你是别碰。我不是说怕你有竞争，我是觉得你可能会血本无归。但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哎呀，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并且以这个玩明白为傲，
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以知识储备为傲，我又能用它来，我们叫以贩养吸，对吧？以贩养吸对，我们就那我劝你赶紧做，因为它会让你特别爽，特别爽。那你觉得从爱好者到做从业者这个临界点是什么？从爱好者到从业者的临界点是什么？连接点就是你的思路吧，我认为就是，首先你得认可你自己是为了从业这个事情，你去吸收知识。就你已经是一个从业者的心态在想这件事情，而不是玩家心态。我们经常讲叫玩家心态，就是说，哎，我这个应该怎么样，那个应该怎么样，对，或怎么样。对但是很多事情是实现不了的，对，很多事情实现不了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卡着你。那如果你是个从业者的心态，就是你把你手里能够变现的这些牌打一打，当你的思路转换了以后，你就自然你身份就变过来了。我觉得是思路。做成职业之后啊，整个倦怠期你是怎么解决的？玩游戏，就是不是要换别的圈子看一看。就是你比如说我之前做赛车嘛，我赛车模拟器也玩，模拟飞行也玩，然后打游戏，比如说《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啊等等这些都打。打游戏，打，就是它会让你抽离一些事情，它会让你提醒你自己，你还是一个年轻的玩家，你是有需求的。如果你一直在往出给，变成一个为别人的人，你自己会越来越空，输出者会越来越空。但是当你抛弃这些，如果我在玩，我会想要什么东西呢？我说玩这些东西或者怎么样，我会想看什么东西呢？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再想一想，如果这个还是抽离那个问题，你把自己变了个角色，然后等你再回到这个，因为你得养活家里人，你得养活你的团队，当你再回到你自己的工作岗位那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你会发现你跟很多人开过会一样，哎，好像应该做这个，哎，好像应该做那个，而不是天天坐在办公室，哎呀，我拍什么的，别人都不愿意看的，我应该拍啥呢？想不出来，我都拍过了呀，但仍然会有评论区仍然会有很多人在跟你提需求，哎，李队，我想看看这个，你们那个是怎么弄的呀？这个怎么弄的呀？所以总结出来就是转换回到自己作为初心，回到初心，初心非常重要，找到初心，找到初心，对，这是个方法论，你得知道怎么找到初心，对，切换回自己的角色，对，切换回自己的角色，其实通过刚才我们整个聊，我发现你做这件事情的核心底层吧，就是不停的能够抽离，对，你能从 IP 的身份抽离，能从老板商业运营的角色抽离，对，又能再抽离回玩家的角色，对，所以这三者之间的循环才能构成你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对，就是抱不同身份的自己，抱一抱自己，抱，就是这个抱自己，对，这个蛮重要，自我安慰嘛，就是当你做一件事累的时候，你从另一个身份去抱自己，对，这个还挺感性的，但是我真是这种感觉。当有人黑你的时候，对，另外两个身份去抱自己，抱辛自己，辛苦，对，明白了，很受用，谢谢。我是个很喜欢方法论的人，对，金牛座，对。你觉得这个行业未来，还有什么比较大的？因为你已经是算是这个行业的头部了嘛，那你怎么看这个行业未来它发展呢？还好，就不是说像别的赛道那样特别的蓬勃，因为它不是个必需品，它是个爱好，所有的爱好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说不刚需，然后不刚需的话，它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当经济下行，当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被那什么替代的时候，它就是被替代的首位，因为它是个爱好，对而且不便宜啊，它不是个便宜的爱好，对，你想玩得好，你要花很多钱，对，所以我认为这个赛道还好，你不能说特别蓝海吧，真的不是特别蓝海，估计，但是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因为我前年23年去了香港，没咱发展的好，
跟日本的朋友去聊，也真的就是也蛮萎靡的。对，你再回到国内再看咱们的市场，那新品出的是吧？那价格卷的，那新人入坑的程度，在网上讨论的程度，包括那些黑粉也好，包括这些骂战也好，好精彩啊！你在海外都没有这些骂战的，对，因为厂家自己活着都很难，对，对吧？对，那国内哇，你看看，反而是一片和谐。国内这种吵架，你觉得反而是好事了吧？好事当然是好事，因为它讨论度很够啊。因为你不炒这个也会炒别的，对，你会关注别的，对。但你会发现你玩的这个东西，大家厂家都在，你看大家喜闻乐道，厂家之间的 PK， 玩家之间的 PK， 团体和团体之间的 PK， 还有你的表情包啊，对呀、我也很喜欢看，我自己都在保存，人有的做的好的，我自己都在保存，我自己都在给我老婆发。我说你看这个，欢迎我们的听众给李队再多做一些对表情包，做的挺好，下次别做了。对对对，这确实挺好的。对，因为你想一个人，如果你能花出，我认为他可能花了挺长时间啊，就做那些视频，他把你作为他视频的主角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说让我去做视频，我做视频很贵的啊，我要花出这个时间，真蛮贵的，这个成本。我看别的不香吗？对吧？我睡会儿觉不香吗？但他能愿意用这个时间来做跟你相关的事情，并且原发性的把你的这个去转发各种渠道去跟人聊这个事情。你知道现在多贵吗？让人粉丝转化率，如果你去投流的话，4、5块钱一个，对呀，那就算便宜的了。还有他们还是私域的精准裂变呢。精准裂变，哎，你说的非常好。所以你说这个东西，这很多人想做是做不了的。所以说我现在已经心态转换的很好了。当我真的知道背后的这些传播学的逻辑了以后，我觉得这另一种承认吧，对，另一种承认，黑出感情了，对，强绑定，我每期视频他都要看，对，想要从事这个事业的年轻人吧，就现在我们很多人是刚入坑嘛，现在这个就业环境也不是很好，那其实还蛮多人想把自己热爱的这件事情做成他的事业的，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加油。没了，因为弯路是不可能不走的，就这些东西只能自己去碰了，只能是去自己碰。因为你说能不能复制我，能复制我，但是你要有一些必要条件。那如果你有这些必要条件的话，你还可以做别的，对吧？可以做很多别的赛道。那如果你复刻不了我，必然是有一些东西你没有的。你比如说，制作视频的能力、效率。然后谈商务的能力，思路抽离的能力，这个东西你都必须要有，否则你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很难坚持了。好，那我们总结一下，除了刚才那些能力，还有什么呢？热爱，热爱，你刚才也说过了，其实就是热爱，最终的就是热爱。因为我现在真的看到很多网上有很多做战术频道，这个真的，我在 B 站上搜战术频道搜100来个，这么多，很多，非常多，3页4页翻不完。然后有很多做得好的，真的还不错的，然后有很多跟我差异化定制、定位差异化出来做别的战术频道，我也细看，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比如说什么廉价战术频道、平民战术频道，还有什么灼灼情缘，这2天我一直在看他的一些分享，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真的都有自己的东西。他为什么流量不好呢？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你要娱乐化，分享一下。我能不能讲真知识？能讲，可以。我是怎么做的？我是讲复杂的事情简单的说，硬核的知识娱乐着说。就像更多人看到你了，才有更多专业的人能看到你。如果你真的特别特别锤，你很多人是都刷不到你。对，你知道吧？这个是一个就是传播学上一个东西。还有就是，我是自己的身份不行，我自己没有从那个就是服役的经历，所以说我很难说我什么教官之类的这种，你知道吧？正常来讲，没拿枪吃过3年饭的人，你不能叫自己是教官的，对吧？然后你不能叫自己是教官，我只是个分享者。但是你说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呢？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包括看你的专业人士知道。所以永远要讲真东西，用不同的方式去传输真东西，你自然就会吸引你真实的粉丝。粉丝粘性很重要，你真的不知道看你的人都是谁，所以要做好自己的节目，一定要就是认真做。
感谢李队，非常受用。好吧，我又说教了，其实对没有分享，真的是我真的分享，我是个分享欲很强的人。对，刚才你说的那个东西，其实它叫专家魔咒。对，很多人是脱离不了这个专家魔咒的，他一定要觉得我要很锤，我要非常专业。对，但是他又苦恼于我讲这么多，讲这么专业，只有你的同行能刷得到你，而且这些人又不会为你买单。对，所以很多人是处理不了这个，我们讲叫发扬放大这项运动，也可以叫泛流量和自己专业度之间的这个平衡点，他就会一直在里面内耗。他在这个过程中又处理不好商业化和情怀之间的关系，所以大部分人都在这里面一直打转。但是通过今天跟你聊天呢，我觉得你的方法论总结的已经非常好了，抽离出自己的3个角色，分别是你作为一个爱好者的角色，你作为一个商人的角色，和你作为一个出镜 IP 的员工的角色。对，处理好这3个角色，就能把你的热爱变成一个还不错的事业。对，OK， 好，我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李队。好